这绝对是你从没见过的杀人方式。先趁着保安大爷睡着，悄悄把扎带套在他的脖子上，接着用力一拉，强烈的窒息感让保安瞬间惊醒，开始不断的在地上挣扎。凶手则不紧不慢的拿起铁锤，但他并没有要动手的打算，因为他知道保安是不可能挣脱的。果不其然，保安挣扎的越厉害，扎带反而勒得越紧。慌乱之下，他只好忍着剧痛站起身，用尽全力打翻工具箱，然后摸索到里面的美工刀，尝试割断脖子上的扎带。可扎带此时已经嵌进了血肉，即便是换作正常人，也很难保证在不受伤的前提下顺利割开，更何况已经大脑缺氧、意识逐渐模糊的保安呢？所以在划了数十道伤口还是无法自救后，受不了的他干脆心一横，直接把刀捅进扎带的背面，然后再用力往前一割，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，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大动脉破裂。仅仅不到1分钟时间，保安就因失血过多没了动静。凶手见状却没有一丝慌张，反而很淡定地拿走监控录像，因为他接下来还要杀更多的人，并且作案手法一次比一次夸张。而这就是被称为香港最瘆人的恐怖片，同时也是一部超大尺度的限制级电影。就算导演已经删减了20分钟，但还是惨遭多个国家禁播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本片竟然还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。这个一夜间残害了12条人命的凶手叫郑立长，原本她就是个热爱生活、努力工作的普通女人。为了能够买下心仪的海景房，她白天拼命打电话推销银行的理财项目，忍受各种客人的谩骂和侮辱，晚上就跑到商场里做兼职，充当售货员卖包赚外快。甚至为了节省开支，她每次和男友去宾馆都只敢开最便宜的钟点房。同事们周末邀请她去游玩，虽然她内心特别向往，但为了能尽快凑够房子的首付款，只能以没有时间婉拒大家的好意。同事们劝她看开点，没必要为了一套房浪费自己的人生，毕竟香港的房价实在太高了。但同事们却不知道，郑立长要买的不单单是海景房，还是他们全家所有人的念想。原来在郑立长很小的时候，他们一家就住在临近海边的贫民区，日子虽然过得不富裕，但全家都生活得很开心。可到了90年代，香港房地产行业突飞猛进，开发商看上了贫民区的地皮，于是就和当地官员相互勾结，竟然采用停水断电，在住户门上泼狗血，甚至往家里放毒蛇等暴力方式，强行把居民赶出了贫民区。郑立长一家也被迫搬离，可他们都很怀念以前的房子。然而此时的贫民区早已变成高楼大厦，他们家以前的位置更是成了最有名的一栋楼，同时也是最贵的一栋楼。按照他们家现在的经济状况，就算不吃不喝也得需要100年才能买得起。但郑立长又想要帮家人完成心愿，于是他果断放弃了刚考上的大学，10几岁便踏入社会，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。然而还没等到他挣够钱的那天，最疼爱他的外公和母亲就相继去世，没能让他们住上新房子，成了郑立长此生最大的遗憾。葬礼上，他给母亲烧了一间大别墅，并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，他一定要买一套海景房。带着这个信念，他在几年后终于攒够了首付。可就在他准备付款的前一天，年迈的父亲突然查出肺癌晚期，急需一大笔钱做手术。更崩溃的是，父亲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，先前投保时故意隐瞒了病情，所以保险公司不给报销医疗费。也就是说，想要救自己的父亲，郑立长必须拿出他的买房钱。一想到自己辛苦了这么多年，到头来却要送给一个对自己并不好的人，他的心里自然是舍不得的。于是在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后，他等父亲再次犯病的时候，突然撤掉了他的呼吸机，任凭父亲如何祈求，他也始终不为所动。为了心中的梦想，他眼睁睁看着亲生父亲在自己面前断了气。父亲去世后，郑立长第一时间来到保险公司，因为按照他之前给父亲买的保险，如果父亲病故，那么他将得到一笔丰厚的赔偿金，而这也是他如此狠心的原因之一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当他拿着足够的钱，兴高采烈地去交首付时，原房主竟突然坐地起价，本来谈好的200万，现在却让郑立长拿400万。因为香港的房价最近一直在生长，所以房主宁愿赔违约金，也不想低价把房子卖掉。可郑立长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，哪怕他苦苦哀求，哪怕中介公司发力，房主一点都不让步。无奈之下，郑立长只能失望地离开。走在街上的他彻底崩溃了。为了那套房子，他苦苦奋斗了这么多年，甚至把亲生父亲都放弃了，最后却得到这样一个结果，这是他无法接受的。看着父亲留下的扎带和铁锤，他心中突然酝酿出一个恐怖的想法，一个可以让房主求着把房子卖给他的办法，那就是把维多利亚1号的住户杀掉，把他想买的那栋楼变成凶宅，以此来拉低他的价格。于是郑立长当晚就穿着工装，带着各种工具，悄悄摸进保安室，解决掉看门的保安，毁掉监控系统之后，第一时间来到他看中的楼层。下一个目标就是他要买的房间隔壁，因为他之前打听过，知道这家住户只有一个孕妇和女佣在家。于是他二话不说，直接按响了门铃。当毫无防备的女佣开门时，郑立长一脚将其踹翻在地，接着拿出50公分的铁锥，薅住女佣的头发，径直捅穿了她的头颅。与此同时，正在卧室和朋友打电话的孕妇听到声响，疑惑的她开门一看，结果刚好看见女佣的尸体，吓得她立马反锁房门。可这种只能防住好人的门锁，在铁锤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郑立长很轻松的就破门而入，谁知刚进来就被藏在墙后的孕妇偷袭。趁着郑立长疼痛的间隙，孕妇想要从旁边溜走，结果却被郑立长一把拽住脚腕。失去重心的她肚子朝着地面狠狠砸下，羊水和鲜血瞬间流了一地，疼的孕妇不停的大喊大叫。可郑立长却没有丝毫怜悯之心，他拉着孕妇的大腿，径直将人拖到客厅，用扎带绑住四肢后，又把真空带套在孕妇头上，最后再抽干里面的空气，活生生憋死了孕妇和她肚里的孩子。接着郑立长来到洗手间清理伤口，谁知却突然听到门铃声，原来是孕妇的老公从外地回来了。见久久无人应答，他只好用钥匙打开房门，结果刚进来就傻眼了，看着即将临盆的妻子倒在客厅，他疯一样的冲上去，撕开真空带就开始做人工呼吸，完全没意识到身后的危险。
男人的头被高尔夫球杆击中，但好在并没有当场晕倒。见对方还想补刀，他一把将人扑倒在地，接着狠狠掐住他的脖子，准备给死去的妻儿报仇。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郑立长奋力摸到旁边的熨斗，对着男人的脸疯狂打砸，最终孕妇一家全死在了郑立长手中。但这场杀戮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因为就在郑立长准备离开时，突然听到楼上传来各种吵闹声，而这也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悲惨遭遇。由于他之前住的房子隔音很差，邻居又经常在夜里制造各种噪音，严重影响了他们一家的休息。于是郑立长就找上门理论，谁知邻居却十分嚣张地表示：“嫌吵你别住在这里啊，搬到富人居住的小区就不吵了。”此话怼得郑立长哑口无言。而如今他身处在富人的小区，结果还是能听到各种噪音。一想到自己即将搬来这里，他便决定提前解决后患，从厨房拿了把尖刀，然后便朝着楼上走去。而楼上之所以会发出声响，其实是一群不良青年在开派对，他们几个人围在一起唱歌喝酒，甚至还点了白面外卖。而当送货的小哥拿着钱离开时，刚好撞上郑立长的刀子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他的肠子就撒了一地。这血腥的场面把胡子男吓坏了，他转过身就要逃跑，结果一不小心摔了个趔趄。郑立长见状举起刀子，对着胡子男的脸就要刺下，可他毕竟是个女人，力气根本没有胡子男的大，很快就因体力不支落了下风，并且即将要被胡子男刺死。危急时刻，他对着胡子男的下身一脚暴击，成功让其丧失了所有能力，然后又拿起破碎的玻璃瓶，用力插在了胡子男的大动脉上。接着郑立长来到卫生间，抓起正在呕吐的小姐姐，直接将人摔死在了马桶上。与此同时，还有一对男女正在卧室里寻欢，但由于尺度实在太大，这里我就不再单独讲解。总之最后男的被杀，女的被床板捅烂了嘴巴，郑立长自己也受了重伤。就在他处理伤口的时候，门外又一次传来敲门声，而这次真的把他给吓坏了，因为对方竟然说自己是警察。原来小区的其他住户嫌这里太吵，这才选择了报警。面对警察的到来，郑立长故意把音乐声放大，准备在门口把警察骗走。谁知就在这时，被床板攻击的女孩竟然没死，举着刀子就要找郑立长报仇。这下事情再也瞒不住了，原本要离开的警察迅速进屋制止，结果就在这慌乱中，女孩不小心用刀划破了老警察的喉咙，导致老警察的手枪走火，刚好打中小警察的脸颊。小警察又在临死前射杀了女孩，凶手郑立长反而成了最大的赢家。临走之前，他还把现场伪造成了黑吃黑的场景，并将自己的痕迹全部抹掉，然后才一瘸一拐的离开。第二天，这起11失12命的惨案轰动了整个香港，郑立长却像个没事人一样正常上班。可能唯一不同的就是，今天他不用再打电话向客户推销产品，因为他现在成了中介和房主的大客户，对方的电话一直给他打个不停。而这也是郑立长想要的结果。最终他以凶宅为由，成功用超低价格买下了心仪的海景房。可当他搬家之后，却发现自己拼尽全力换来的房子，结果却连一张大床都放不下。看着窗外的海景，他怎么都高兴不起来。更痛心的是，电视里还播报着关于金融危机的新闻，而这就意味着房价肯定会因此受牵连。所以就算他花了超低价钱，但还是掉进了资本的陷阱。这是多么的讽刺，多么的现实啊！